当睡意越靠越近，还好有海飞丝。洛克，我们刚才看的这段视频广告啊，其实是优酷平台上的一家洗发水广告。对，就是今天我有一位朋友看到之后的话呢，他感到很开心，就特意的发给我，他说：强叔你应该看一下这个。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反而是我们把那些同性恋神神秘秘的敏感化，其实才是一种偏见，对吧？这种大大方方的展现出来的话呢，我觉得看见本身就很不一样。那么除了这支广告以外的话呢，在过去的1年当中啊，其实中国电影院里面上映的这些电影啊，对同性恋题材有了更大的接纳度。哪些电影呢？像有一些电影我们俩都去看了，对吧？比如说《好东西》、对，破地狱，是的，我们去唱卡拉 OK 吧。所以这几部电影都已经有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了。像在电影《好东西》里面呢，有好几处跟同志相关的元素，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给他写了不少歌是吗？吃错了。上车。我相信他纯属为了寻求刺激，肯定不是真心的。他之前肯定也没有过。有过，都是女的，男的就他一个。啊，真的吗？吹奏乐都差不多。那你也会吹箫？你那么感兴趣啊？哦，箫我能吹，你想学吗？哦。治不好，吃中药都治不好，绝症。在《破地狱》的这部电影当中，也有一段是关于女同情感的呈现，你还记得吧？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跟过去啊，中国电影里面总是喜欢拿同性恋当噱头，或者是说去嘲讽，对吧？妖魔化，你刚才讲的这个很不一样。这2部电影都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说，我们要对同性恋的这个情感要接纳，甚至连日本同人漫画改编的电影都引进了，像这部叫《去唱卡拉 OK 吧》。我们也去看了，是吧？这部电影我就觉得说，你看里面内容就是黑帮大哥爱上了美少年，完全妥妥的就是一个同志题材，但是它也居然在去年底之前啊引进到了中国的电影院里面播映。我们再来看一段画面。这一段呢是前不久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的一段视频就是春节前呢，有一对同志伴侣在上海的虹桥地铁站告别的时候被人拍到的画面，你看很甜蜜，是不是？是的，很大方。我其实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挺美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乐观的原因之一，就是年轻一代的同性恋不再因为同性恋的性倾向而感到羞耻，所以有的人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他不再去掩饰了。这跟我们看到的老一代的同性恋，很多人走到异性婚姻里面去掩饰自己，然后藏起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对，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同志议题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一个寒冬那么但是这个寒冬的话呢，目前来看，我觉得正在呈现出有一种坚冰融化的感觉，这种迹象已经展现出来了。为什么说是迹象呢？因为除了前边我提到的一些在中国电影文化当中传播当中一些偶然有的惊喜之外的话呢，其实事实上 LGBT 线下活动的空间在过去的1年当中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拓展的迹象。因为你知道我在国内做公益组织嘛，所以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做这些服务于同志社群的中小型活动，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举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同时的话，洛克其实在政策层面里面，据我的观察，也有了一些转变的迹象。就未来极有可能不再把同志人群说成是西方文化入侵，而是咱们自己的老百姓。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从过去那种回避同性恋的议题，到说要将这个同性恋这个群体看成是一个民生的一个议题，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毕竟中国有7000万的性少数，还有1.4亿的父母，这加在一起多少？其实是直接的相关的人群就有2.1亿了。对，
那么这么大的人群，如果家庭不接纳的话呢，就会造成家庭的不和谐。除了家庭不和谐，还会引起亲子关系的不和睦啊，而且家庭和社会的不接纳的话，其实还会引发抑郁症的增加啊。这个有许多的研究都显示说，我们同志人群呢，这个抑郁症的比例要比一般的人群要高不少。所以从人民群众健康的角度考虑，也应当做好这个群体的社会服务。对吧？这确实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因为我们说这2.1亿人口，我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家家都有同性恋，只是你还没看见啊。因为你看2.1亿的人口，我敢说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大家庭当中，都会有亲人是同性恋，对吧？只是说你有一些人可能暂时没有出柜，你看不到嘛。但是任何的偏见和歧视，实际上你伤害的都是自己的亲人。都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你身边的人，对吧？极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亲人。对啊，像我有一次，一个朋友说：“哎呀，我今天看电视的时候，我哥哥说同性恋好变态。”他说我就坐在那里，我很不舒服，但是我没敢说。所以其实这些偏见和歧视，有可能你说完以后伤害的就是你最重要的亲人。是的，你看啊，从2001年河南同性婚姻合法化到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陆克，你猜现在有多少个？30多个。37个，很快是吧？只有23年的时间，就已经有这个37个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了，而且特别是泰国最近也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我还专门去了这个当地去拍摄了和参加了当地的这个现场的庆祝仪式啊。你知道中国游客喜欢去泰国，对吧？因为泰国的游客当中，其实有30%左右是来自中国的游客。那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因为他去了泰国，他就很自然的会了解到这方面信息啊。所以这个泰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其实你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对吧？因为大家能更容易去了解到这个信息嘛。是的。同时的话呢，因为已经有37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这样同性婚姻的这个实践，它会给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窗口，就是说，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益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它不是说让这个社会变得更不好。对，你知道原来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经常会有一些胡说八道的人，他们说怎么可以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同性恋的吗？就像你讲的，人类都灭亡了吗？对，但实际上那是胡说八道，对吧？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当中，同性恋的比例并不会改变，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它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对，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亚洲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上进步的话呢，其实对中国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是的，因为这个不是什么西方才有的事，这个也不是说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办到的事儿。其实像泰国，它这个是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没有中国好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社会民生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和谐问题，这不是一个什么政治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要看到，就是说中国你要融入世界，那你就需要对外交流，对吧？你要对外交流，你也需要直面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因为你的这个观念太保守，而且你整个社会如果对同性恋不友善的话呢，那么国外的人才就不愿意来你这儿。是的。还有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很多同性恋的朋友，对吧？那些同性恋留学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回国对同性恋不友善，我就不回国了。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对，因为21世纪什么最重要？肯定是人才，对吧？而且其实国外呢是有一些研究它已经表明，就是说包容和多元的社会对经济发展是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就是说你这个社会越包容，然后你越容易吸纳人才，你这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越容易达成。所以我想就是说，只有更多的人走出柜子，有更多的同志这个平常的生活被看见，人们才会习以为常，也才会直面这样一个人群，就慢慢的话就会接纳了那只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谈得上说被平等的对待。所以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中国同性恋的春天正在到来，我们拭目以待。